大家好，我是曾医师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我在急诊室最常看到的问题，而且说真的，看多了案例，我都会忍不住心里叹气，因为它太常发生，太容易忽略，但又真的很危险。就是3种水果，千万不要空腹吃。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想，水果嘛，不是都健康的吗？怎么还会吃错？人们不是都说早餐来个水果最好吗？但我得告诉大家，在医学上是否空腹，其实是2个差异巨大的前置条件。有一些水果，如果你刚好是空腹吃，真的会把胃给惹火、惹伤，甚至痛到要来挂急诊。相信我，我坐在诊间讲这些，绝对不是为了吓你们，而是因为我见过太多原本好好的人，因为空腹吃了不该吃的水果，结果搞得病情一发不可收拾的例子。今天我会用很白话的方式，把3种不能空腹吃的水果，它们背后的科学原理，我亲眼遇过的真实案例，都一一讲给大家听。你听完之后，不只是知道不能吃，你还会明白为什么不能吃，到底危险在哪，怎么吃才安全。第1章，为什么有些水果不能空腹吃？胃不是钢铁做的，它比你想的更脆弱。我常跟病人讲一句话，你的胃不是钢板，它更像是一张被保护的还不错，但其实很怕刺激的纸。这句话不是开玩笑，而是有科学根据的。我们的胃壁上覆盖着一层保护黏膜，平常可以抵抗胃酸、食物摩擦，但当你空腹时，这层黏膜是最薄、最脆弱、最无力保护自己的，而胃里没有食物垫住，胃酸浓度也会偏高。国际上一些肠胃学研究，包括美国胃肠病学院的临床观察，都指出空腹的胃壁对酸性、淀粉酶作用强、鞣酸含量高的食物非常脆弱。这些物质会让胃黏膜像遇到砂纸一样，一瞬间变得粗糙、受损。我自己在急诊看到太多人，都是早上一进公司，没吃东西，桌上看到水果就顺手吃了2口，40分钟后开始胃痛、冒冷汗、脸发白，最后被同事带来急诊室。你可能觉得夸张，但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发生的例子。有一位年轻男生，30岁不到，前一天晚上没吃晚餐，隔天早上空腹吃了2个柿子，结果1小时后开始上腹部剧痛，痛到弯腰，还以为是胃穿孔，结果检查后发现他胃里卡了一大团胃石，那个胃石多大呢？比拳头还大，最后只能住院治疗。他满脸懊悔地跟我说，曾医师，我以为水果都是健康的。我就只能苦笑说，水果健康，但吃错时间，它就变成最危险的。因此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，不是所有水果适合空腹吃，胃最怕的就是酸、涩、酵素强。第2章，第1种最不能空腹吃的水果，柿子，全世界公认最容易造成胃石的水果。我们先来讲第1种，也是我最不希望大家空腹碰的水果，柿子。我敢说，柿子是肠胃科医师公认的胃石之王。你可能会说，不是吧？柿子甜甜的，怎么这么危险？我跟你说，甜只是味觉感受，真正麻烦的是它里面的鞣酸。鞣酸是一种会和胃酸、蛋白质结合成硬块的物质。很多医学中心的观察研究都指出，亚洲地区柿子胃石比例最高，尤其日本和中国的医院，在柿子季节，胃石病人明显增加。为什么柿子空腹最容易出问题？我给你白话讲一下。空腹时，胃酸浓度高，柿子进到胃里，鞣酸遇到高浓度胃酸，它们互相牵手结婚后，会变成一大团粘合物。再加上柿子本身含糖、含膳食纤维，就像粘土和面粉混在一起，最后在胃里摸一摸、粘一粘，就变成一颗硬硬的石头。这就是胃石。你不要以为胃石是软的，不是，它硬起来比橡皮球还硬。我曾经开刀取过一颗胃石，大概是成人男生拳头大小。你想想，胃里塞一颗拳头，
会痛成什么样子。而且喂食不是只会痛，它会压迫胃壁，造成胃溃疡，引发呕吐，甚至挡住出口，让东西完全吃不下。最严重的当然就是要开刀。有一天早上要去登山，怕吃早餐会胀气，就空腹吃了2颗柿子，想垫垫肚子。结果走到山腰，人突然痛到蹲在地上不动，同行的人把他背下山后送急诊。我们照了 X 光，胃里看到一团巨大的阴影，后来用胃镜一看，就是柿子喂食，那个大小大概跟一个厚厚的馒头差不多。最后他因为胃出口完全被堵住，只能住院，进食用药让胃食慢慢软化。他住了7天病房，7天啊，只是因为空腹吃了柿子。你说你愿不愿意为了吃一颗水果冒这种风险？有些国外的医学研究也提到，鞣酸会因为空腹胃酸浓度更高而加速凝集反应。韩国一项研究甚至报道，一个病人因为短时间吃太多柿子，胃里形成4颗胃石，最后也是住院治疗。所以我常常在门诊提醒大家一句，柿子不是不能吃，但一定不能空腹吃。柿子适合饭后吃，因为胃里有食物，胃酸浓度比较低，鞣酸也不会那么快发挥作用。如果你本身胃不好，肠胃痛、胃食道逆流、胃溃疡，那我乾脆建议你少吃柿子。第3章，第2种不能空腹吃的水果，山楂。中医说它助消化，西医说它太酸，空腹吃反而伤胃。山楂，很多人都知道它是消食、降血脂的好东西，市面上也很多山楂丸、山楂片、山楂饼，甚至健胃产品里都会加山楂酵素。但山楂空腹吃是医师们讨厌到不行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山楂的酸度是水果界天花板级的，这个酸不是一般的酸，而是含有大量苹果酸、柠檬酸、山楂酸。空腹吃山楂就像直接把高浓度腐蚀性物质倒在你的胃壁上。我讲的夸张吗？我跟你说，一点都不。很多胃镜医师在观察胃黏膜受损情形时发现，山楂酸对空腹胃壁的刺激性甚至高于某些酒精浓度偏高的酒类。更可怕的是，山楂不只会刺激胃，它还会让胃蠕动变快。空腹胃蠕动变快会怎样？胃酸分泌更多，胃壁更容易受伤。你看，一酸一动，一刺激一摩擦，这组合就是胃痛保证班。肠胃科研机构曾经做过实验，把山楂汁滴在胃上皮细胞模型，结果发现会让细胞快速受损，尤其是在没有保护层的空腹状态。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。有一位40岁的女性，爱美、减肥，平常都吃得很清淡。有一天她听朋友说，山楂可以化积食，帮助消化、瘦肚子，她就早上空腹吃了一把山楂钱，结果不到半小时，胃痛得冒冷汗，脸色苍白，手脚发抖，被家人送到急诊室。我们照胃镜一看，她的胃壁有明显充血、发炎，局部甚至有小面积糜烂，也就是黏膜被酸腐蚀掉了。我跟她说，你胃是空的，你等于是直接用酸洗胃。她整个吓到不敢讲话。你看，很多人都被山楂是助消化这句话误导，它是助消化没错，但前提是你有吃东西。如果你是空腹，它会先把你的胃壁消化掉一层，3倍啊！这不是胃会不舒服，是一定会不舒服。所以我常跟病人讲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山楂想助你一臂之力消化食物是可以，但如果你空腹吃，它会先让你的胃变成它的食物。我们接着来讲第3种，也是我最常看到病患因为空腹吃它而中招的水果，菠萝，也就是凤梨。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想，凤梨不是很健康吗？维生素、酵素一大堆，对，健康没问题，但它刺激性真的太强了。空腹吃凤梨简直是把胃当试验品。我们就来说说第3种不能空腹吃的水果，菠萝。
凤梨酵素太强的话，空腹吃会像未被刀子刮过。凤梨之所以会出问题，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菠萝蛋白酶，这种酵素的功能原本很单纯，就是分解蛋白质。但你别忘了，我们胃壁表层也是蛋白质构成的。当胃里空空的，没有任何食物能分散酵素的作用力，这些酵素就会直接处理你的胃黏膜。我形容给你听，空腹吃凤梨，就像你胃黏膜走在路上，遇到一群拿小刀的人冲过来刮你一刀。国外一些营养学实验甚至做过模型，发现凤梨酵素在空腹时，对蛋白组织的破坏速度是有食物状态下的5倍以上。5倍啊！这不是刺激，而是直接破坏。我遇过的病人太多了，多到每年凤梨盛产季，我的门诊胃痛病人都会更忙。给大家讲个真实发生的事情。有个大学生，每天早上赶着上课，不想吃早餐，觉得吃水果比较清爽。他买了一盒超市切好的凤梨，直接在校门口吃掉。结果第1堂课还没上完，突然胃痛到无法站起来，冒汗到像刚淋过雨。我们后来用胃镜检查，看到他胃黏膜大片红肿，部分地方甚至像被刮掉一层皮。凤梨不是坏水果，只是它对胃的刺激比你想象的强。真正的问题不是凤梨，而是空腹。医学研究也指出，凤梨蛋白酶在低 pH 值，也就是胃酸强环境下活性会更旺盛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空腹吃时，它杀伤力最大。因为胃里有食物，酵素优先分解食物，不会第一时间去刮你的胃壁。如果你本身胃食道逆流、胃溃疡、长期胃痛，那我会建议你，凤梨不是不能吃，而是要慎重考虑。你的胃已经有伤口，你再丢酵素进去，就是往伤口撒盐。第5部分，我想列举更多真实急诊案例，这些是每天都在发生。接下来，我想列举可是记录下来的几个去年的例子，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呢，是一位吃柿子之后出问题的高中女生。根据她的自述呢，她那天早上没吃早餐，在学校吃了一颗熟柿子，结果第3节课开始，她腹痛的脸色发白，不停冒冷汗。送来急诊后，我们一照 X 光，发现胃里有一个巨大的球状阴影，最后经过治疗，确认是胃食。我只能说，这不是年龄问题，而是柿子空腹吃真的会出事。第二个，也是一位长期减肥的女生，她每天早上空腹吃山楂前，她觉得酸酸的很开胃。3天后，她胃痛到连水都喝不下。我们用内视镜看她的胃，她的胃壁有好几处糜烂，都是酸刺激造成的。她躺在病床上，一直跟我说，我只是想瘦啊，怎么会变这样？我心里真的很替她难过。第3个是凤梨的，一位工程师，平常忙到没时间吃正餐，有一天他空腹吃了一半凤梨，加班到一半突然痛到站不起来。送医后我们照胃镜，他的胃壁像被刮过一圈一样，中度发炎。他苦笑跟我说，我以后看到凤梨一定先找饭吃。柿子喂食，山楂辅食，凤梨酵素刺激，这些都是医学界早就知道的现象，只是一般人不知道。第6章，那些医学研究怎么说？我用口语讲给你听，你一定懂。你们可能会问，医师，那这些危险，医学上真的有证据吗？有，而且很多，只是大部分文章你们可能没兴趣看，我用口语讲给你们听。第一种证据是东亚地区的临床统计，台湾、日本、韩国的医院都报告过柿子喂食案例，尤其在柿子季节，病例会大幅上升。亚洲人饮食习惯相似，所以影响也大。第二种是肠胃上皮细胞模型的研究，这些研究用山楂酸去测试其腐蚀性，发现空腹环境的细胞受损速度最快，这表示空腹时胃壁保护力低，酸的伤害更严重。第3种是凤梨酵素在不同 pH 值环境的活性研究，
研究指出，酸性强的环境酵素活性高，也就是说，当胃里是空腹，胃酸浓度高的时候，凤梨酵素杀伤力最大。这些不是什么偏方说法，而是来自营养学、消化医学、食品化学的正式研究。我只是把它们整理成大家听得懂的语言。很多病患常跟我说，医师，如果我早知道，我就不会乱吃了。第7章结了，就说说什么时候吃这3种水果才安全。时间吃对了就是补，吃错了就是毒。你一定会问，医师，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吃？很简单，我直接告诉你。第一，3种水果饭后吃最安全。饭后胃有食物，胃酸被稀释，胃壁受到保护，鞣酸、酸度、酵素都比较不会伤害胃。第二，不要在刚运动完、喝酒后、熬夜后吃。这3种状态下，胃酸浓度本来就偏高，再吃刺激性水果是双重伤害。第三，胃溃疡、胃炎、胃食道逆流的人，最好避免空腹吃任何酸或酵素类水果。这不是医师小题大做，而是医师经验。第四，再提醒一次，孩子和老人胃壁更脆弱，比成年人更容易受伤。第8章，哪些族群最容易空腹吃水果吃出问题？你以为你没事，但你可能刚好是高风险族群。我在诊间观察过，以下几类人最容易出问题。第一，为了减肥而刻意不吃早餐的人，空腹吃水果当早餐是最容易胃痛的类型。第二，早上匆匆忙忙的上班族，冰箱有什么拿什么，水果最轻松，但最容易伤胃。第三，胃本来就不好的族群，胃炎、胃溃疡、逆流性食道炎，这些人不是不行吃，是更要挑时间吃。第四，高中生、大学生常常早上不吃饭，饿了就买水果吃，结果最容易痛到来急诊。第五，老年人胃壁薄，胃蠕动慢，受伤比年轻人更快。如果你刚好是以上其中一种，我拜托你一定要听今天说的内容。最后呢，我们还是来总一下吧。水果是好东西，但吃错时间比吃炸鸡还伤胃。我今天讲了这么多，你一定已经很清楚一件事，水果本身没有错，错的是空腹。我常在门诊跟病人说一句话，你把水果吃对时间，它是补品；你把水果吃错时间，它比油炸还伤你。最后，用一句很简单的话送给你，柿子鞣酸高，空腹最容易变胃食；山楂酸度强，空腹最容易腐蚀胃壁；凤梨酵素猛，空腹最容易刮伤黏膜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养生咨询栏目，祝您健康常伴，笑口常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